朋友们，大家好！因为今天天气特别好，加上前段时间我看见有的网友留言说，问我能不能够在外面拍一些东西，那今天我就满足大家的要求。今天的天气是我回来1个月刚好1个月，天气最好的时候。你看，我就骑着我的这个小电驴出来，放在我们村这个地这里。我爸的那个墓地就在这。等一下呢，我就一边走一边拍，看看我们这里的农村生活给大家一边说一边走一边说吧。然后等一下我就换那个后置镜头了，因为它的拍摄效果更好一些。刚才我走了几步，你看我的车在那里。然后呢，这里是我们村人的几个墓地就是几个墓在这里，是一家人的。这家人呢买了这一块地。然后呢，就葬在自己地里。我们这里目前是允许的，而且呢，我们这里现在还是土葬，火葬的也有，但是我们这里的人还是喜欢土葬，因为入土为安嘛，可能是每个或者大多数中国人的一个梦想。而且我们这里呢，目前的政策还是这样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自治区是允许土葬的。前几天这里呢还有很多的那个橘子叫沃柑，现在摘掉了。这是砂糖橘，也摘掉了。但是呢，有些树上面也有个别的这个果实，所以如果想吃的话，随时都可以来。这砂糖橘非常甜的，非常非常好。也有个别的，如果是来，我觉得1个小时能够减好几斤呢。因为有些他就是主人他不要了，这里就可以随便来摘了。像这种，对吧？都是可以吃的，而且甜度特别高。像这种也一样。还有那里很多的沃柑，在有高的地方有好几个。广西嘛，水果特别多，所以水果自由是可以的。另一方面就是因为水果自由，那就表明农民的收入不是特别高，所以呢，总是一件事情呢，总是有两面性，对吧？你看，有的是掉在地上的是没人要的，这种果实其实挺好的，因为是前2天他们摘的时候可能是不小心或者是不要了，反正掉在地上就不要了。还有，等一下我发现一个新的事物，等一下也要跟大家说说。现在我们广西的农村是怎么样的？就前面那里，很典型的广西的山，我再弄高一点的，大家看看。我就在果园里，大家看看这个东西它是个导轨，就是为了方便，为了减轻农民挑的负担，所以它是有个电动的不用挑，直接用这个轨道这个运了比如说摘下来的果实不用一担一担的挑，还有肥料就直接用这个导轨，相当于小火车单轨小火车一样运，然后运到那个公路边去。大概100米、150米之后就是公路。还有大家看见了吗？这一群鸟，现在我们这里的自然环境恢复的非常的好，所以像这种野生的鸟，以前我小的时候或者20年前就比较少，现在它们也回归了。这应该是水管它主要是为了给这个果树浇水的时候用的。你看，也有一个这个沃柑，还有这里也有。所以如果大家想来农村吃水果的话，其实可以免费吃到很多的水果。在农村，其实大部分人收入不高，但是因为有自己的田地所以生活还勉勉强强吧。比如说这里，我给大家看看，这里前段时间有人放火烧了，因为呢这家人他的应该是田，能有水的地方叫田，没有水的地方我们这里叫地。像这一片都是可以放到水的，就是春天的时候你想比如说播种那个水稻，那就可以把那个水从那个水渠上面引下来。那里有个水渠，应该是50年代的时候修的，
所以呢，我们这一带都是用那个水渠的水。你看，它这个田有点像梯田一样，对不对？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往下。小的时候，这里全部是种那个水稻的，特别的漂亮。一个是刚刚插秧不久，到处绿油油的，或者是那个水稻金黄的时候也很漂亮，很漂亮。天气好，夏天的时候，我们这里因为有2季嘛，夏天应该是6月、7月左右吧，那水稻就成熟了，金黄金黄的，加上那个天空很蓝，然后呢有一些那个白云在飘着，那个画面很美。你看这里就有很多啊，他就不要了这个水果，这个沃柑，对吧？一来就可以摘好几公斤，肯定。那一样也有一片。好，我们现在往前走一走，一边走我给大家说说我们农村的生活吧。因为今天天气好，所以能见度也特别的好。这里是油菜花，没有专门去播种的啊，我估计是野生的这种油菜花。还有这个，我告诉大家这是什么东西吧？这也是农民自己种的啊，这是茶树。因为我们工程有油茶嘛，所以油茶的就是用这种茶树，它摘那个新鲜的叶子，就嫩叶子，然后用水把它那个叫什么，放到开水里面煮一下，然后呢晒干，就成了我们当地的茶叶，就是工程油茶的那个茶叶，全部是自给自足的啊。这些都是那个改革开放之后就要包产到户之后呢，原来是集体的，后来呢这土地按照各个农村各个户口呢分到每个人头，大家都是平等的啊，每个人头是几分几亩就是那么多。那为了公平起见干嘛呢？那只能够是相当于叫什么，比如说放100个号在那里，在一个桶里，然后呢你每个人去抓，看你的运气抓到什么地方，那你就看你的运气了啊。所以谁也没有什么抱怨的。另外呢，在这里大家看见这个土堆没有？这是来自南美的红火蚁，特别的毒。很多人呢，因为被咬了一口，可能会住院。这个东西呢，在我们这里全国、全世界好像都有。现在，它是外来入侵的物种，非常的不好。你看，我们这里的水，像这个小水沟的水，都是用山脚的那个水渠的水，所以我们这里啊，全部都是能够播种水稻的啊。这油菜花还是非常漂亮的景色啊。那柑橘是农民自己种的，对吧？油菜花还有这什么油茶的这种茶树也是自己种的。我家就在那个附近，在那背景某个地方。还有，在这种田埂，其实很多的那个野菜的。比如说，我们这里清明的时候有一种叫艾叶粑，就是用这里的田埂上面的那个艾叶来做出来的，所以呢是非常的100%的那个有机的植物，用糯米啊，用艾叶啊把它做出来。这里可能是播种花生什么之类的吧，这地膜下面。还有，我也想告诉各位啊。我们看到周围啊都有一栋的楼房，一般我们这里都是3层左右的，而且我们农村的习惯就是每一家肯定有自己的一栋楼房，不会跟人家合建或者是个人占一层这种没有这样的现象。我们看见的这样一栋肯定是一家人的，不会是2家人的，除非他有2个儿子，然后呢长大之后分家。你看我们这里的农民都是这样，目前啊在家务农的很少，那这些年轻人都到哪里去了呢？要讨生活没办法，对吧？刚才说了前面啊，就是水果自由，那就说明这农作物水果特别便宜。那这农民还要讨生活，还要给自己的子女上学啊、读书啊等等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这里年轻人一般因为离广东近嘛，所以去广东那边去打工。
有高铁之后就更方便了，到广东那边就是2个小时坐高铁就去了。所以这些年我们这里的留守现象还是一直非常严重，那也没办法，可能就是经济的发展到这个阶段要经历的。比如说在德国，德国本身它那个外出打工的比较少，但是别国，比如说像罗马尼亚那种东欧国家，到德国打工的挺多的，他们其实也是一种留守儿童的现象。所以我认为啊，留守儿童并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特有的现象，而是，一个国家经济体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，或者是某个地区啊，它的经济发展到一个阶段之后，出现的一种现象。这是我的理解啊，因为我在德国也见到像这种罗马尼亚的人，他们可能1年或者半年才能够回去一次，看看他自己的家人，好像与中国这边也差不多。这个估计这种矮小的这种也是沃柑吧，这也是可以挂果的，因为现在果实被摘掉了，所以就看见这样。而且也可以看见马上又要开那个新的花了。还有像这种野草性质的，为什么会有这个呢？其实小的时候这里全部都是农田的啊，就是全部是那个种水稻的。像这种啊，因为他不想种了，因为种的产值太低，所以呢，他们就不想种田了，就让它这样，我们这里叫丢荒，就是没有人种的那个田地，就是丢荒的田地。这个原来种那个应该是种玉米的吧？你看现在也不管它了，全是杂草丛生啊，其实挺可惜的。那片也一样，也属于另外一个人家的。刚才我们看见烧的那个也是属于另外一户人家的，他可能回来自己准备又种了啊。然后呢，可能我估计呢，种那个叫什么菜花的地方也是一户人家的吧。我们这里的田地比较少。你好，你好，你是巴头的吗？哇？哦，王林的。哦，你想哪些呀？没怕呀？只有果子蛮要了的，估计哈。没人管理啊，这是我干啊。你看这里也是没有人要的，就是没有人管理的这沃柑。啊，对，来拍一拍。这个老表刚才是来看有没有蛇的，因为他可以拿蛇，我都不敢，我怕。我看这应该是李子树吧？对，应该是。好像这片呢也是杂草的，也是没人种。刚才那个老表他去找那个毒蛇去了，抓蛇。说起那蛇我都怕。对，那个蛇也会冬眠的啊。然后呢，现在春天来了，可能那个蛇也开始活跃了啊。像这种啊，刚才这个老表可能他就没有固定的收入，像农民一样啊，就是政府分给你田地，就看你自己去怎么经营了。每家每户都有田地，就是说在农村啊，我们这里，我估计中国都差不多吧，因为农民户口的人肯定有自己田地，自己勤劳的话肯定饿不死，你就去耕种你自己的田地，这个温饱肯定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要想大富大贵也不容易，所以我们这里的很多人就是出去啊，去广东那边去打工，本地也有少量的企业。有的小的那个电子厂，都是从广东那边转移回来的产业，因为我们这边稍微，人工啊便宜一些，可能那个农民很多自己盖了那个自己的楼房之后，他可以，比如说像这种路边啊，他就可以开个小的电子厂，然后请比如说10个人、20个人，这样都可以。这几年有一些转移回来产业。然后其他的我们这里没有很多的工业，所以大部分人还是到广东那边去打工，或者是去其他地方，大部分去广东。我给大家看看这家楼房吧。这家楼房呢是我发小的，一共3层。我发小的他有2兄弟，也就是这栋楼里面是分家之后就变成2户人了，但是呢，原来就是一户户主。
他的孩子也就我的发小长大之后分家了嘛，有2个孩子，就变成2户人。然后大概是400-500米之后，这又是另外一个村了，跟我们不是一个村。你看，它这栋楼它就盖了，我们数一数4层，对吧？这是1户人家的，因为我认识，建的规模特别的大。然后旁边这个没有装修好的外墙啊，它是3层，而且我们这里的4层、3层也要比城市里面的那个层高要高得多。一般比如说我们这里的地面那一层，也就是第1层，一般要达到4米左右，好像吧，4米，也就相当于城市里面的那个套内复式楼了，那个高度差不多。第2层以上都空高会有3米多，也就是说，像这种4层的楼房，相当于城市的至少5层到6层这样子，非常的高。我不知道全国啊，反正广西人盖房子喜欢盖得特别的高，然后没有很多钱装修，那外墙有的时候可能几十年都没有粉刷，这是我们广西人的特色啊，或者我们桂林一带的特色。所以大家看到很多它的楼房，你看对吧？盖了3层4层，它的外墙是裸露的，可能里面它已经装修好了1-2层。你看这又有一群这个鸟在飞。广西农村一般在一栋楼里面，就自己的楼里面都有一个这样供奉祖先的地方。这一层一般是地面1层，然后呢，人住一般是2层或者3层，很少住1层的啊。1层因为我们这里比较潮湿，另外一个呢，1层大家不太喜欢住，除非老人行动不便，所以住2、3层的话，可能装修一般是，装修比较好一点，就是2层。3层又太热了，因为夏天真的特别热，所以我们这里盖3层。农民的想法很朴素，那就是第1层呢是供奉祖先的，或者是放杂物的；第2层呢自己住；第3层太热就也放杂物，有的时候在楼顶啊可以晒些东西啊，还有放一些工具等等。这里又可以免费吃到纯天然的这个砂糖橘，肯定非常甜这种。我还专门问过我们这里本地人，他们说其实作为农民，他们一点都不想在城市生活，因为城市的环境没有农村好，没有农村的方便。唯一缺点就是钱不多，在农村，但是生活环境现在农村非常好，因为他们说在农村啊，现在有自来水呀，有电呀，还有那么好的环境啊，现在网购也方便，在城里其实没有比农村好多少。这是我们农村人的想法。看不到是吧？没得还没出来啊。这真的是我见过非常漂亮一种，这是绿肥，其实它是一种肥料。春天呢，它这样之后，有的是一片一片的种，然后呢，把它翻过来，翻到泥土里面，然后把它发酵，就变成了绿肥了。这种肥料非常的好。以前呢，我记得小的时候看到一片一片的，真的很漂亮，很漂亮。你看这里的这个树，把它剪掉之后，估计呢它也可以嫁接什么其他的那个树种、树苗。我估计啊，因为像这种是可以通过农业技术把它嫁接的。你看，像这样一棵树，可能1米都不到，它结的果实特别的大啊，像这种真的很大个。这我当然不会摘人家的。我不知道这种叫什么，叫豌豆吗？我们这里叫荷兰豆。豌豆种了很多的豌豆，豌豆炒那个腊肉非常好吃。然后前面呢，田当中有一个非常小的山，大概20米高。对，它这个树真的是太小了，然后呢，挂的果其实非常的多，很大个。像这种啊，它可能就没有打很多的农药，因为它的皮呢有点不太好看，不太光滑。现在像农村这种水果都没人会来偷，肯定不会有，因为到处都是。这也有，对吧？
然后我们可以看见下面一大片，这些都是没有人种的这个田地啊，都是杂草，有的已经有很多的长成大树了。就是因为农作物价钱不高，宁可出去打工，因为打工一般在工厂里面打工啊，像在广东那边打工，一个月大概有5000块钱左右吧，多的有5、6千，少的可能有4千。所以他打1年的工，如果是真正的去打工啊，精打细算的话，1年可以就存下好几万块钱。但是在家务农不一定有好几万哦，所以这也没办法。我还专门问过啊，像我们本地的人，他们的收入到底怎么样？如果不出去打工呢？我还问过我一个堂嫂，她说她一般是那个1年当中做半年，休息半年，因为另外半年没什么事干。半年一般是从比如说9月份开始到现在这样，大概是半年左右，他就去帮人家那个水果那种加工的小工厂，去那里帮工吧。他说1年到头大概可以能够有3万左右的收入，他就可以够全家的开支了。因为我堂弟已经过世了嘛，只剩下这个堂嫂。他说1年他这个收入可以够，没有什么经济的压力。然后他女儿也大了，出去工作了。另外呢，在家，比如说我自己的亲哥在家务农，他专门种那个葡萄，种了大概10多亩吧。他都是有的是从旁边的农民手里租过来的那个田地，有的是送给他种，因为呢，如果不种的话丢荒，那田地就很不好，所以人家宁愿送给他白种。另外呢，有的田稍微好一点，就是1亩啊，1年的租金是500块钱，500块，所以这个租金不高。其实很多人其实很高兴你帮他种了，相当于把他田地管理好一样啊。不要像这样，你看，像这种就是没有租出去，自己也不种，就变成这样荒掉了。这个也一样。然后我哥他每一年出了成本啊10万人民币左右的收入每一年，但是也非常辛苦。我们这里的农民60岁以上的，这实话实说啊，每个人除了有自己田地之外呢，每个月政府呢发给他们100多人民币，相当于一种养老金，不是退休啊，是养老，是属于政府的福利。刚才说了，因为有自己的田地，这田和地应该要把那个价值算进去。因为呢，你可以种自己的蔬菜啊，像我哥他们还有我嫂他们，就是每年在自己的田地里种蔬菜。就是平时吃的蔬菜就肯定不用买了，要买的就是，有时候买什么猪肉啊，或者买其他自己田地里没有种出来的东西啊。油也是自己的，一般是种自己那个花生油，每年的花生油大概我们这里是讲担，1担就是100斤的意思，可能一个家庭能够吃1、2担的油吧，就是100公斤左右，1年也就够了。所以这油啊也不用买。就是说我们这里的农村很多还是处在半自给自足吧。所以每个月，其实我们这里最大的花费每个月呢是各种各样的酒席。我们这里的酒席现在打红包啊，一般比如说你去生日啊，还有小孩的那个满月酒啊，像这种，还有人过世啊、结婚啊，一般的亲戚关系都是每去一次就是200块钱。我不知道你们全国各地怎么样。还有另外呢，过年的红包，我们这里广西稍微呢可能小气一点。你看这里，我又看见了掉在地上的这个果实，这里也有，
还有这种都是因为果实太小了，所以他就农民不要了，你想来摘都可以。像在这里忘记了一个，我估计刚才说到了过年红包，我们这里广西呢稍微小气一点，广西人普通的那个农村啊，如果你去拜年啊，小孩去拜年，一般不太亲的那个亲戚可能是10块钱给小孩那红包，稍微亲一点可能给20块钱，自己非常非常亲的可能是给50到100块钱。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怎么样啊，反正我们广西大概是目前是这样的水平，压岁钱就是10块钱起，100块钱封顶，目前是这样吧，当然也有可能给更多的，我没有见过啊。相对啊不会造成非常大的压力吧。我听说像中国东北那边啊，山东那边啊，还有什么他们给的那个红包特别大，有的什么500的，有1000的、2000的，我心里听到就发麻。我们这里没有这样的现象，而且我发现，我不知道是哪个省的哪个地方的啊，好像我看见画面呢，有的排队去给那个老人磕头，就是为了领红包嘛。然后呢，那个老人发红包发给那个年轻人。我们这里是完全不一样的，我们这里是，年轻人有收入的，要给老人以及小孩红包，老人一般就不会给那个年轻人红包，怎么会有这样的那个习俗啊？因为老人没收入啊，特别是农村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还要给年轻人红包呢？我就不明白了。像这种，反正这些年每家每户几乎啊都有自己的楼房。虽然条件不如城里好，但是大部分农民还是非常满意的，有自己的房子住，有好几层楼，有上下水。因为每户呢都有，我们这农村都有所谓叫做化粪池。化粪池呢就是有3个那种槽的，然后它经过处理之后就可以那个废水排出去了。一般农村现在都这样。每家每户有个化粪池，所以相对来说，现在农村的居住环境啊，要比原来好太多了。然后我还发现，现在的农村应该每户几乎都有自己的那个车了，那个比例啊，我估计10%、15%的比例可能是电动汽车。然后呢，每户一般都有1辆到3辆那个电动摩托车，也就是电驴。你看，我刚才前面说了，这个导轨，它你看很长很长，一直到那个路边儿，我估计呢有600米左右到700米，可能是一户人家的。这个当时是有政府补贴的啊，这个导轨就是为了减轻农民这种体力的负担。后面有竹子的地方，就是我小的时候，我看见我母亲和我姐来开垦，那个小房子呢是放工具的。我母亲过世之后，可能会埋葬在那个竹子这里，因为这里的风水比较好。我父亲呢在后面，离这里大概也是100米左右。以前这寒假我都来这里开垦过，像这个地被租出去了。以前夜间我还来这里睡过，因为呢当时有什么水果啊比较贫乏的时候，有人来偷，所以呢作为农民晚上来这里住来守着。现在就不用了，现在谁会在乎这种东西啊？现在看上去就这样的景色。好了，就是给大家今天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里农民的生活、收入等等各方面。你看现在农民出来做事啊，干活，你看都是开车了啊，对吧？我的你看还是小电驴，前面那也一样，人家出来干活都是开这个电瓶车，穷一点的开电瓶车吧。我是比较穷的，他们准备回家了，一家人。你看是邻村的，他们的田地很远，离这里大概有2公里左右，在这个山的后面，中间这个山的后面。
他们回家了，你看，我也跟着吧。我特别喜欢这条路，因为它是个笔直的路，有点像什么大道一样。这是我们村我认为最美的一条路。每次我开这里就觉得心旷神怡啊。往家的路、回家的路特别的美。每次看到家乡这种山水，就觉得特别的美。你们觉得像现在这样住在农村怎么样啊？反正各种条件还是不错啊。城市好像有的出了什么音乐会啊，没有，其他都有。去县城也可以看哪吒，哪吒2也可以。我们这里离县城开车是10分钟左右，7公里。等一下我去拍一片那个红花草，就是那绿肥，给大家看看。种花生是种什么啦？记录下这种农民的生活啊，记录我们农村的生活。这准备种花生了，盔甲油啊，花生油。嗯，还有这里我觉得特别的漂亮，这就是绿肥啊！你看这花，是不是太美了？这花，我用广角镜头吧，可能更美，对不对？哎呦，这花真的美得不要不要的。都要夸的我，老板都看戏啊，还要看戏。